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萧炎的3色火莲一出，冰河谷的3位长老生死不知，在场的人都觉得冰河谷输了。魂殿的雾护法更是目光呆滞，心中十分恐惧，想要赶紧逃跑。他的身影刚动，萧炎的一只手臂就轻轻地落在了他的肩膀上，说再动一下，便让你烟消云散。雾护法能感觉到萧炎的手掌中正酝酿着一股凶悍劲力，他知道只要自己敢乱动，萧炎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杀了他。雾护法威胁萧炎，要是敢杀自己，魂殿必定会让他在中州难以存活。雾护法的威胁对萧炎不起丝毫作用，他召唤出陨落心炎，包裹住雾护法的灵魂。陨落心炎灼伤灵魂的效果，让雾护法顿时大声发出惨叫。萧炎紧紧掐住他的脖子，这种痛苦比不上药老在魂殿所受的1/1000。清脆的拍掌声突然在天空上响起，天双子看着萧炎说，没想到这次连他也看走了眼。萧炎刚想说话，但天火3玄变的时限到了，他赶紧吞下几颗恢复斗气的丹药。萧炎将地妖魁召回身边保护自己。天火尊者让萧炎去休息，天双子交给他做好。就在萧炎身形刚准备退的时候，铺天盖地的黑雾暴涌而来，露出10道身影。为首的是一名身着黑袍的蓝衣老者，也是一名斗尊强者。他们的出现让萧炎和天火尊者的脸色瞬间一变。来人是魂殿的青海尊者，实力比天双子还强，是一名2星斗尊。雾护法见到青海尊者，嘶吼着让他将萧炎抓住，说萧炎是店主指明要擒拿的人。萧炎眼神一冷，用陨落心炎将雾护法包裹住，一把塞入玉瓶封印住。青海尊者没有想到萧炎竟敢当着自己的面封印雾护法，他让萧炎将雾护法放出来，再跟他去魂殿走一趟。天火尊者脸色一沉，刚想行动，却被天双子紧紧牵扯住。天双子想要讨好魂殿，让青海尊者安心擒拿萧炎，其他的不必操心。青海将目光从天火尊者身上收回，微微一笑，脚踏虚空，身形瞬间浮现在萧炎面前的空间。萧炎周身的空间瞬间凝固，处于虚弱期的他根本无法挣脱开。就在青海的手掌即将落在萧炎的天灵盖时，一股更加磅礴的空间之力出现，让青海尊者的身体都停滞了一下。一道白衣牵引出现在萧炎的面前，说伤了他你便死。青海身体一震，脱离了周身凝固的空间，迅速后退，质问面前的人是谁，竟然敢管魂殿的事。这道白衣牵引就是将恶难毒体完全控制住，晋级为斗尊强者的小医仙。萧炎看到小医仙成功控制恶难毒体，声音中有掩饰不住的欣喜。青海能感觉到小医仙的实力或许比他还要高上一线，他威胁小医仙不要干涉萧炎的事情，毕竟魂殿不是他能得罪的势力。面对他的威胁，小医仙只说从未听说过魂殿，即便听说过，魂殿也比不上萧炎一丝毫毛重要。他的话彻底惹怒青海尊者，青海下令让魂殿其余9人擒住萧炎，他亲自来对付小医仙。魂殿其他9人的实力都不弱，为首的甘大是一名7星斗宗，萧炎如今的状态还真的无法与他们周旋。小医仙见他们9人朝萧炎包围而来，嘴巴一张，一道灰色雾气将萧炎周身的空间笼罩住。这道看似普通的灰色雾气，却蕴含着极为恐怖的剧毒。魂殿中的一个人一接触灰色雾气，便急忙后退，运功驱毒。见其他人不敢再轻举妄动，小医仙轻笑着说：“今日便拿你来试试斗尊强者究竟有多厉害。”仅仅一招，青海就被小医仙撞得连退2、3步。在将体内的毒气逼出后，青海十分震惊。小医仙手上的毒是他这些年遇见的最毒的毒气。击退青海后，天火尊者说萧炎有伤，他来破开天空上的寒气屏障，让小医仙带着萧炎走。天双子见天火尊者的动作，赶紧叫上青海一起动手，不能让他们跑了。但他们刚动身，小医仙手一挥，无数的灰色斗气弥漫而出。青海和天双子忌惮小医仙的毒气，不敢上前。此时天火尊者打出了一条通道，他们3人正准备进入通道时，旁边的空间一阵扭曲，一个冰冷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，没想到恶难毒体居然还能被控制，我倒是失算了。一方寒冰王座从空间浮现，王座上一道身穿白袍的身影缓缓站起。这个突然出现的人就是冰河谷的谷主冰河。见到冰河出现，天双子和青海都十分高兴。青海与冰河见过礼后，便说萧炎是魂殿殿主亲自指明要的，冰河的目的是恶难毒体，萧炎他无所谓。冰河极为炽热的目光投向小医仙，声音异常柔和，让小医仙跟他走，还说自己不会伤他。
小医仙指挥了他做梦2个字，而后用恶难毒气凝聚成毒箭，直射冰尊者的眉心。冰河脑袋微微后仰，嘴巴一张，将恶难毒气吸进体内。吸食完最纯正的恶难毒气，冰河一脸的舒坦。萧炎几人都没想到冰河对小医仙紧追不舍，竟然是因为他自己是后天的恶难毒体，只要得到小医仙，就可以补足他恶难毒体的缺陷。冰尊者兴奋地将这些事抖出来后，手指轻点，对着萧炎3人发起攻击。小医仙和天火尊者2人迎上他的攻击，但却被一招击溃。冰河瞥了一眼萧炎，雪花凝聚出的黑龙咆哮着扑向他。双眼血红的萧炎早就有所准备，一朵有些虚幻的火莲出现在他的手心。就在黑龙离萧炎越来越近的时候，他面前的空间陡然扭曲，2道苍老的身影诡异的浮现，将黑龙击溃。一道青色的倩影从扭曲的空间浮现，说：“他若伤了，冰河谷便没了。”当这道深深刻在心底的声音响起时，萧炎的身体变得僵硬，眼中的血丝飞速退散，手中的毁灭火莲也悄然散去。青色倩影跨出扭曲的空间，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凝视着萧炎。看到萧炎一脸的难以置信，薰儿终于忍不住笑了起来。听到薰儿喊着萧炎哥哥，萧炎的身体激动地颤抖了起来。他看着面前这个堪称绝色的薰儿，忍不住伸出双臂，一把将她狠狠地搂进怀中。薰儿微微挣扎了一下，就放弃了。他能感觉到萧炎心头压抑的情感。先前出手击溃黑龙的2位老者见萧炎搂住薰儿，薰儿却没有半点反抗时，忍不住翻了翻白眼，说：“这要是传回古界，怕是一堆人都要疯掉。”薰儿身后的小医仙看向萧炎怀中的美人，眼中掠过一丝暗淡。他曾经听萧炎提起过薰儿，也听得出萧炎对薰儿的眷恋。从认识萧炎以来，他只在提起薰儿时才表露出这种情感。现在看着2人拥抱在一起，小医仙心中忍不住更加羡慕。萧炎怀中的薰儿很清楚他这些年都经历了什么，他很心疼萧炎，也很欣慰萧炎并没有被困苦击倒，反而大放异彩，一步步从加玛帝国来到了中州大陆。萧炎收拾好心中的情绪，揉了揉薰儿的脑袋，放开了他。薰儿转身看向不远处的冰河，让萧炎将接下来的事情交给他。萧炎并没有逞强，只嘱咐薰儿小心一些。听到萧炎的话，薰儿脸上的笑容更盛。他并不喜欢萧炎将他们2人之间分得太过清楚。冰河从薰儿的出场就知道他的背景肯定不弱，但由于古族平日太过低调，他一时间难以辨认出他们的身份。见薰儿带来的2位斗尊强者实力和自己不相上下，冰河说自己只想要恶难毒女，萧炎可以放过。青海见冰河不打算抓萧炎，怕不好向上面交代，赶紧和冰河唧唧歪歪说不能放过萧炎。薰儿不愿听他们废话，说这里的人他们一个都带不走，1分钟之内可以任他们离去。薰儿的话让冰河和青海脸色十分难看，以魂殿和冰河谷的势力，在中州上行事一向肆无忌惮，怎么可能会因为薰儿的话退缩？一股黑色的寒气从冰河体内暴涌而出，薰儿带来的2名黑衣老者在他的示意下，其中1名白发黑衣的老者林老选择向冰河领教，另1名黑衣老者则攻向天双子和青海。天双子和青海出手前，下令让冰河谷和魂殿的人擒拿萧炎。魂殿和冰河谷的人将萧炎和薰儿围住，一股金色火焰从薰儿手掌浮现。这股金色火焰出现的刹那，萧炎体内的琉璃莲心火开始暴动，甚至有些颤抖。琉璃莲心火的颤抖也意味着这个金色火焰比它还强。琉璃莲心火是由陨落心炎和青莲地心火组成，以它们融合的实力，绝对能够挤进异火榜排名前10。而异火榜上排名前10的异火中，只有排名第9的九幽金族火和排名第4的金地焚天炎是金色的。就不知道薰儿的火焰是否属于这2种。仅仅1个回合，魂殿和冰河谷的人死的死，伤的伤。解决完这些人后，薰儿弹出一缕金光，将寒气屏障破开。屏障一破，这片天地的温度也恢复了正常。天空上，林老和冰河越打越兴奋，大笑着说：“接老夫一记掩天印试试。”冰河听到掩天印3个字一愣，而后身体猛地一顿，目光骇然地看向薰儿。从薰儿出现，他便猜过他的身份，但却始终没有往古族上想。
冰河脸色发青，他自然知道神秘的古族有多强。冰河苦笑一声，将天双子叫了回来，之后向薰儿拱手说道：“今日之事是冰河谷的不是，若有得罪之处，冰河还请这位小姐包涵。”虽然他很想得到厄难毒体，但如果前提是得罪古族，他可以毫不犹豫地放弃。毕竟魂殿或许不太惧怕古族，冰河谷却没有那种实力。冰河的变卦明显是猜到了薰儿的身份，他转头看向萧炎，让萧炎做决定。冰河见薰儿的动作，立刻拱手向萧炎说：“厄难毒体的事，日后冰河谷不会再插手。”萧炎很清楚，今日能将冰河谷击退是最好的结局。至于其他恩怨，等日后有了实力，他自然会自己出手。他笑着对冰河说：“今日本就是误会，萧炎自不会过多纠缠。”听到萧炎的话，冰河终于松了口气。离开前，冰河向薰儿说：“希望今日之事不会影响到后面的一些关系。”薰儿自然明白他说的是什么，微微一笑，说：“他也希望今日的事不要再出现第二次，不然下次再去的地方或许就是冰河谷。”青海见冰河带人离开，心头一慌就想跑，却被林老两人紧紧扣住肩膀。萧炎与冰河谷之间并未有太大的恩怨，但与魂殿却是真正的不死不休。今日冰河等人能走，青海却不行。薰儿问萧炎打算如何处置这位魂殿的尊老，萧炎让他们将青海封印住，日后解救药老的时候或许能用得上。一听萧炎想要封印自己，青海脸色变得狰狞，强行挣脱了林老二人的束缚，施展出魂殿独有的自爆。他的这种自爆只是毁了身体，只要灵魂能够逃出去，再造一具身体，就能像天火尊者一样复活。就在萧炎以为青海已经跑了，今日抓不到他的时候，薰儿一拳将虚无空间打出一条裂缝，抓住青海虚幻的灵魂体。薰儿用金色火焰包裹住青海的灵魂体，直到它化为巴掌大小的金色光团后，交给萧炎。事情解决完了，萧炎目光一转，看向身后一直十分安静的小医仙。刚想说点什么，发现小医仙和薰儿的目光已经对碰在了一起。萧炎感觉周围的温度都有点升高，他干咳了一声，对着薰儿和小医仙互相介绍。薰儿和小医仙不约而同的微微一笑，上前一步，伸出双手轻轻的握在一起。看到他们两人友好的握手，萧炎脸上刚浮现笑容，又马上变得一僵，因为他发现他们交握的双手处升起金色火焰和灰色气流。薰儿和小医仙虽然是初次见面，但却展开了一场近乎女人条件反射般的较量。诡异的灰色气流和金色火焰爆发出细微的呲呲声以及能量波动。萧炎急忙伸出手想要将两人隔开的时候，薰儿和小医仙都收回了手。薰儿说早在来之前便听说过小医仙姐姐厄难毒体的厉害，如今见面果然名不虚传。小医仙也说自己多次听萧炎提起过她，如今一见的确是天之娇女，难怪她对你念念不忘。萧炎听着他们俩看似亲热的话，却感到了一点不寻常，当下只能苦笑一声，摇了摇头。得知萧炎接下来打算将药老从魂殿手中解救下来，薰儿有些担忧。发生了今日的事，魂殿必定会对萧炎有所防范，甚至还可能会将药老转移。若是贸然前往的话，萧炎怕是会自投罗网。薰儿劝他要从长计议。萧炎知道自己要是就这么带人去的话，怕是不仅救不了药老，还会把自己给搭进去，所以短时间内他不会主动去找魂殿。深夜，薰儿来到萧炎的房间，萧炎望着薰儿，心头泛起一分滚烫，伸出手掌将薰儿拉到自己的床榻旁。薰儿靠在萧炎的肩膀上，诉说完这些年对萧炎的思念后，拿出地印诀的后三印交给萧炎。中州毕竟不是黑角域，在这里保命的手段越多越好。萧炎并未推辞，收下地印诀后，他问薰儿古族是不是也想得到驼舍古地狱。薰儿迟疑了一下，点了点头。驼舍古地是斗气大陆上能查到的最后出现的一名斗帝，他留下了一座隐藏在虚无空间中保存的极为完好的斗地府，而驼舍古地狱则是开启斗地府的钥匙。魂殿之所以盯上萧家，抓走萧战，也是因为想要得到这个钥匙。从薰儿这里，萧炎也知道了曾经的萧家也是大陆的一流势力，其中名为萧玄的先祖更是精彩绝艳，短短几百年的时间就位列大陆巅峰。也是因为萧玄在陨落前恳请古族对萧家照看一下，当初古元才会让薰儿去萧家，一是想让他过个安静的童年，二是想让他将萧家的驼舍古地狱带回去。可惜的是，薰儿不仅没有带回驼舍古地狱，还将自己的心落在了萧炎的身上。
听到萧炎的话，薰儿娇媚地白了他一眼，说萧玄的古墓也在古界中，若是萧炎有机会去古界的话，或许可以去那里看看，指不定还能有什么收获。薰儿告诉萧炎，他这次出来不能待太久，否则会给萧炎带来不少麻烦。听到薰儿要走，萧炎一把握紧她的细腰，目光紧紧地盯着她，眼中浮现些许火热。萧炎握着薰儿腰肢的手掌也忍不住钻进她的衣衫内，为非作歹。感觉到萧炎的动作，薰儿脸颊变得火烫，眼眸出现雾气。萧炎感觉自己的喉咙干涩，小腹处涌上一股邪火，让他的眼睛都变得血红，一副欲求不满的样子。萧炎一把将薰儿抱进怀中，吻了上去，两人的身体瞬间变得火热。薰儿也在萧炎强猛的攻势下，整个人变得迷糊了许多。住在萧炎的手掌游走在薰儿身上，即将把她剥个干净的时候，林老在外面发出一声干咳，说自己有事相询。这道蕴含着斗气的声音将萧炎和薰儿从意乱情迷中惊醒。恢复清醒的薰儿害羞的一把扯过床上的被子盖在身上。萧炎也没想到自己在薰儿面前定力会这么差。见到萧炎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，薰儿忍不住露出一抹笑容。在将衣服穿好后，她低头在萧炎脸颊上亲吻了一下。她告诉萧炎，她体内的血脉还没有完全觉醒，如果与萧炎成就好事的话，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。薰儿用非常细微的声音让萧炎等到下次见面自己就完全交给他。话一说完，害羞的薰儿就直接跑了，徒留萧炎在床上手掌轻握，回味先前的滋味。而萧炎房门外的林老二人在薰儿出来前急得团团转。薰儿是古族千年来血脉最为完整的人，若是他今日与萧炎成就了好事，萧炎必定会被愤怒的古族追杀到天涯海角，而他们两人也会落个保护不力的罪名，下场不会比萧炎好多少。所以看到薰儿出来，他们两人激动的眼中都泛起了泪花。房间内的萧炎抱着先前薰儿裹着的床单，等完全平复好心境后，萧炎一把扯开自己的衣衫，露出胸口上那一团宛如黑色漩涡般的魔毒斑。以他现在的实力，想要彻底炼化魔毒斑并不难。萧炎盘腿而坐，体内的琉璃莲心火对着魔毒斑所在的方位暴涌而出。魔毒斑中蕴含了些必炎必生的斗气，萧炎将魔毒斑彻底炼化后，能感觉到自己已经触碰到了四星斗宗的屏障。为了彻底突破，萧炎拿出一大堆火属性药材，虽然这样使用药材内的能量有点暴敛天物，但只要能成功突破到四星斗宗也就值了。在萧炎努力提升实力的时候，夜城千里之外的天空上10来道黑影从天际飞过，这些人正是古族派来接薰儿回去的人，为首的就是当年侮辱萧炎的领权。领权得知萧家的废物也在夜城，就决定这次一定要给萧炎一个难忘的教训。萧炎在房间努力突破四星斗宗的时候，院子里的薰儿和小医仙正安静地坐在石亭中下棋。薰儿说，当初在内院时，萧炎便提起过小医仙这个最好的朋友。小医仙自然能听出薰儿的试探，说萧炎也是他最好的朋友。薰儿略带深意地看了小医仙一眼，说自己不久后就会离开，日后萧炎哥哥还得麻烦你多加照料。小医仙直视薰儿，语气坚定地说，只要他还活着，萧炎便不会出事。薰儿微微点头，刚想站起身，眉头一皱，看向远处的天空。林老二人也出现在薰儿的身旁。领权对着薰儿三人行礼后说，长老们听说薰儿与魂殿交手，他们怕魂殿得知薰儿的身份会丧心病狂地对他做点什么，所以下了死命令，若是带不回薰儿，他们这些人都会受族刑。薰儿看向萧炎紧闭的房门，说再等2日他就回去。领权话带嘲讽地说，不知萧炎少爷人在何处，当年迦南学院一别，不知如今的他到了哪种地步。石亭中的薰儿和小医仙脸色一沉，刚想说话，萧炎就打开了房门，说原来是当年的领权统领啊，萧炎有失远迎，不过修炼了这么多年，领权统领才达到5星斗宗，倒是让我意外。领权感受到萧炎4星斗宗的实力，眼瞳陡然一缩，心中满是不可思议。但他仗着自己是古族出身，又是5星斗宗，依旧对萧炎冷嘲热讽，说萧炎小人得志，不过是4星斗宗，也敢在本统领面前嚣张。萧炎一直记着当年在内院中领权对他和萧家的侮辱，毫不客气地说，在他眼中领权什么都不是。领权死死地盯着萧炎，眼中闪过一丝杀意。感受到领权的杀意，薰儿大声呵斥他。领权说，此次出行前，长老们交代必须尽快将他带回古界，若是有人阻拦的话，格杀勿论。
既然不走不行，轩儿告诉萧炎自己在古界等他，他相信等萧炎将自己的事情解决后，就具备了前往古界的能力。轩儿深深地看了一眼萧炎，转身便走，但领权身形丝毫不动。他拿出长老们交给他的古谕令，说自己还有任务要执行。古族的长老们让他此行见到萧家之人，便请去古族一叙。若是对方不从，他有权使用武力强行将人带走。轩儿的脸色彻底变得冰冷，他让领权现在跟他走，他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。而领权见轩儿为了萧炎呵斥他，心中对萧炎的杀意越发浓郁。面对领权的拒绝，轩儿反倒平静了下来，只轻声说：“此事我记下了。”领权知道轩儿这次是真的怒了，他心中对萧炎的恨意更深。萧炎自然不可能乖乖跟领权回去，他也知道领权不过是想找个借口对自己动手，刚好他也不爽领权很久了。轩儿让萧炎随便动手，一切后果他来负责。萧炎瞥了一眼领权身后的10来道身影，问他是打算一起上还是怎样。领权让萧炎少在他面前张狂，他一人足以收拾萧炎。领权举起手中的长枪指向萧炎，今日他倒想看看萧家这个曾经的废物有何资格这般嚣张。萧炎眼中闪过一丝杀意，握紧手中的玄重尺就和领权打了起来。领权用能量凝聚的长枪很快就被萧炎给毁了。见他开始结地音诀的手印，萧炎施展出天火三玄变，将实力提高到与领权相当的层次。在领权大喊开山印时，萧炎嘴里说着我让你开山，之后一掌轰下去打爆领权。萧炎的根基极其稳固，战斗经验也比领权不知道强了多少。而领权虽然是经受古族精英训练，但他的实力多是经过地坛的洗礼，与萧炎比起来差远了。仅仅几个回合，萧炎就以雷霆手段擒拿住领权的手掌。萧炎说领权的枪法花俏，结印缓慢，简直就是不堪一击。领权的脸色因为萧炎的评价变得煞白，片刻后脸色猛然涨红，体内的斗气也汹涌起来，气息更是暴涨。领权施展出秘法化血功，将实力提升到7星斗宗。他无法接受这个萧家的小废物对自己的评价，可惜秘法再强，没有足够坚固的根基也是无用功。一直到现在，领权展现出来的实力都没达到萧炎开始期望的一半。萧炎出手快很准，短短10来个回合之后，一拳砸在领权的脸上。领权被这一拳打到口吐鲜血，牙齿都喷了出来，身体也狠狠地倒在院落的一面墙壁上。萧炎面无表情，一把掐住他的脖子，说：“我这个萧家废物，现在可还有资格评价你？”领权被萧炎打到眼中满是恐惧，因为他想起在这一场交手中，萧炎从始至终都未曾施展任何斗技。到现在，领权才终于明白，如今站在他面前的萧炎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小小斗灵。萧炎随手将领权往地上一扔，并没打算要他的命。虽然他非常讨厌领权，薰儿也说过有事他负责，但萧炎并不希望因为领权给薰儿带来任何麻烦。萧炎看向薰儿，心头涌上些许不舍，望着薰儿离去的身影，他缓缓握紧袖中的拳头。下次再见，他一定会拿出古族都为之侧目的实力，他会让古族的人知道薰儿的眼光并没有错，而萧家也没有废物。萧炎收拾了一下自己的心情，邀请叶虫进来一叙。从叶虫这里，萧炎知道还有7个月就到了丹会开始的日子，但因为丹会是丹塔乃至中州难得一见的盛会，不少人都会在开始前的半年甚至1年就到了丹塔的总部丹城。参加丹会的人首先就需要有一份举荐信，这个叶家可以为萧炎准备。丹会并不限制年龄，只是一人一辈子只能参与1届。而丹会的选拔分为天地人3次筛选，只有经过天级筛选并留下的炼药师才具备最后参赛的资格。一般参与丹会的人大多会提前2到3个月抵达丹城，也就是说萧炎只剩下4个月的准备时间。一想到时间这么紧迫，萧炎顿感压力山大。他看向新兰和一脸殷切笑容的叶虫，说当初自己承诺过新兰会助叶家重回丹塔长老席，现在他想知道进入长老席的资格。丹域中有5大家族，当初创建这5大家族的族长都是丹塔的核心成员。5大家族在丹域中拥有着非常强的势力，可以说在丹域中是横着走的。每隔一段时间，丹塔就会对5大家族的年轻一辈进行考核。叶家的后代天赋1倍不如1倍，他们已经连续2次都没有通过考核。
若是这一次再不通过，就会被彻底挤出五大家族。参加这种考核，想要通过的话，需要达到七品炼药师的层次。而叶家因为已经连续2次没有通过，这次必须要进入前3才算合格。见叶虫可怜巴巴的样子，萧炎让他将考核的事交给自己就好。但这毕竟是五大家族的考核，萧炎想要帮忙的话，还需要一个光明正大的身份。叶虫与新兰对视一眼，迟疑着说，到时对外会说萧炎是叶家的准女婿。萧炎脸色微变，觉得他这个主意太馊了。他倒是没有什么，但以后新兰该如何见人？叶家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，叶虫也是真的没有办法啦。在叶虫和新兰的苦苦哀求下，萧炎还是答应了他的要求，但也警告叶虫以后不要想用什么女婿的手段将他留在叶家，若是给他耍心机的话，到时候就别怪他不留情面。考核的时间在2个月后，萧炎越发感觉时间紧迫，接下来的2个月，他将所有的心神都投注在炼丹上。萧炎足足闭关了1个月，就在他还准备继续苦修的时候，叶家出事了。叶家之前走投无路，打算让新兰和五大家族中的曹家联姻，但因为萧炎的出现，叶家放弃了这门亲事。没想到原本并无意义的曹家竟然带人上门，执意要将新兰带走。曹家想要通过联姻吞并叶家，这次前来的就是新兰曾经意识的未婚夫曹丹，以及他带来的强者。曹丹带来的人中有1名斗尊强者苦衣尊者，他们想要以示欺人，却没想到叶家这边也有天火尊者坐镇。曹丹见用丹药无法让天火尊者袖手旁观，便拿曹家威胁他。恰好此时萧炎出现，说今日这人他是保定了。曹丹见到萧炎和小医仙，让他们仔细掂量一下，为了叶家得罪他们曹家很不划算。萧炎说，我连魂殿的人都敢杀，难道你曹家比魂殿更难对付？曹丹见威胁不了萧炎，转头威胁叶虫，说这次萧炎等人能帮忙，但等他们一走，叶家就要面对曹家的怒火。叶虫也知道现在的他们得罪不起曹家，但他更不想叶家被吞并。曹丹见自己的威胁不起作用，带来的人又被小医仙和天火尊者压制，脑子一转，提出和萧炎比试玩火。若是他输了，这门亲事曹家就彻底放弃；若是萧炎输了，就不能插手此事。曹丹对火焰的操控在曹家也是佼佼者，所以他对自己的实力很自信。但他没想到萧炎玩起火来更是厉害。2人比试玩火，曹丹一下放出了4种他能操控的兽火。他嘲笑萧炎，让他以后和别人玩火要注意数量是很重要的。萧炎见他如此嚣张，直接放出了7连地心火和10种兽火，疯狂打脸。曹丹输了之后脸色十分难看，走之前他放狠话告诉叶虫，想要重回长老席是痴人说梦，又告诉萧炎丹会时曹家自会有人收拾他。曹丹走后，叶虫对萧炎千恩万谢后，告诉他曹家的妖女应该是回来参加丹会了。曹家妖女名为曹颖，她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般的色彩。当年她出生时，灵魂力量强到差点当场震死她母亲。15岁时，她被丹塔看中，成为丹塔的核心弟子。20岁时，她成为了曹家最年轻的7品炼药师。现在她刚好22岁。听到曹颖的履历，萧炎知道这将会是自己丹会上的一大劲敌。想到这些，萧炎的压力越发的重，火速进入修炼室闭关炼丹。萧炎在前往丹城的前一天结束闭关。叶虫近距离与萧炎接触，感受到一种源自灵魂深处的压抑，但萧炎却对自身的变化毫无察觉。他只觉得这些天自己炼丹时对于火焰的操控越发的精妙。天火尊者说，萧炎的灵魂力量在闭关中有所增长。灵魂力量并没有等级之差，但却有着境界之分。灵魂境界分为凡境、灵境、天境和地境。一些7品炼药师若是有机缘，可以隐隐摸到灵境层次，达到了这个层次，就可以赋予丹药灵性。从天火尊者这里，萧炎知道远古有可以修炼灵魂的魂技，他的心一下子就痒痒的，很想搞一份来修炼自己的灵魂。萧炎一行几人在叶家的带领下来到了丹城，再过几天就是5大家族的考核。在此之前，萧炎需要考取一枚丹塔认证的炼药师等级徽章。他们在叶家的别院歇了下来。深夜，萧炎见到院子门口的小医仙，很惊讶他怎么还没去休息。小医仙说，薰儿在离开前可是嘱咐我好生保护你，你未曾休息，我怎能罢工？小医仙眼波一转，问萧炎有没有跟薰儿说起彩铃的事。萧炎有些尴尬地摇了摇头，他和彩铃当初原本只是一场充满春意的邂逅，但毕竟相处了这么久，萧炎对他的确出现了一些复杂的情感，尤其是彩铃又怀孕了。他已经离开了加玛帝国好几年，以蛇人族怀孕的规律，怕是小萧炎都出事了。
萧炎唉声叹气，等下次见面他会将这些事告诉薰儿。小医仙安慰他，斗气大陆上三妻四妾并不是什么稀罕事，想必薰儿也不会有什么意见。萧炎知道薰儿在古族中有着别人难以想象的地位，到时候即使他答应，古族怕是也会以此为由出面阻挠。看出萧炎不想多谈这些，小医仙说好多年没有一起看夜色了，还是当年在青山镇的山谷中夜色更加漂亮。说着说着，小医仙就这么睡了过去。萧炎轻声说，等以后回加玛帝国了，我再陪你去那里看夜色。在给小医仙披了一件黑袍后，萧炎抬起头看向璀璨的满天星空，看着看着，他觉得丹域的夜空好像比起其他地方的充满灵性。萧炎静静地站在星空之下，双眼直直地盯着天空上闪烁的星辰。萧炎盯了3个小时后，缓缓闭上眼睛。他闭上双眼的瞬间，磅礴的灵魂力量自他的眉心处扩散，对着璀璨的星空蔓延而去。萧炎的灵魂如同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，异常的舒畅。灵魂力量的蔓延持续了很久，等到萧炎回过神，发现灵魂视觉中一条看不见尽头的巨龙正盘踞着，他的身体上缠绕着一种紫黑色的诡异火焰。萧炎看到紫黑色的火焰，感到很熟悉。3000焰炎火这5个字刚在灵魂中响起，一道严厉的声音问何人胆敢窥视丹城心域。这个声音将萧炎扩散的灵魂硬生生炸裂散开。双眼紧闭的萧炎猛地睁开眼睛，目光紧紧地锁定在丹城内域的星空，那里就是封印着3000焰炎火的地方。就在萧炎为自己灵魂内充斥的灵气比之前浓郁欣喜的时候，丹域的虚无空间中，一堆老家伙因为有人窥探心域正讨论着。虽然他们不知道闯进来的人是谁，但加强防御是非常有必要的。这次的丹会，这些老家伙都希望有人能将3000焰炎火收服，但这个人绝对不能是魂殿的人。大陆上不少炼药师的灵魂，甚至就连药尘都落在了他们的手中。当年丹塔3巨头之位本应该有药老一席之位，但他志不在此，却没想到最后被魂殿抓走了。现在他们倒是对药老的弟子十分好奇。萧炎在叶虫的带领下来到了丹塔分塔的测试点，进行炼药师等级认证。测试的人太多，叶虫让萧炎等他去找一下关系。等待的时候，萧炎遇到了5大家族中最为低调的丹家的小女孩。这个小女孩看起来17、18岁，全身都透露着诡异。萧炎一接触她，就觉得自己体内的灵魂有种快被吸出来的迹象。小女孩很诧异，萧炎碰到她居然安然无事，火速道歉后就跑了。叶虫带萧炎前往测验室的时候，有些迟疑地问萧炎要不明天再来。此时的测验室中还有白家和邱家的人，这2大家族以前都被压在叶家下面，现在他们小人得志，他不想让萧炎被为难。不过这种场面放在以前的萧炎身上就是家常便饭。叶虫带着萧炎一进门就被白家的老妇人讥讽，尤其是在听到萧炎准备测试7品中级后，更是冷笑着质疑叶家。确定萧炎测试的是这间测验室最高的等级7品中级后，丹塔的韩执事让他稍等一下，他先带其他人去测试。他们一离开，白家的老妇人便不断开口嘲讽叶虫和萧炎。在萧炎说他聒噪，白家的人没教养后，老妇人气得直接伸出锋利的指甲划向萧炎的喉咙。不过他的攻击被突然出现的韩执事挡了下来，否则萧炎会让他再也无法开口。邱家和白家的人测试完并未离开，而是留在房间里想要看萧炎的笑话。等见到萧炎从测验室中出来，并没有佩戴等级徽章后，老妇人浮现一抹得意的笑容，说废物就是废物，再怎么蹦跶也不过是小丑。叶家完了。话音未落，韩执事说萧炎顺利地通过了7品中级的测验。之所以没给等级徽章，是因为他觉得萧炎可以拿到更好的等级，等下他会带萧炎去丹塔的总部再测试一番。他的话无疑就像是一个大耳瓜子，疯狂打在老妇人的脸上。萧炎忽略在场被惊呆的众人，拒绝了前往丹塔总部，直接领了一枚7品中级的炼药师徽章。白家的老妇人脸色阴晴不定，忍不住出声质疑萧炎等级的真实性。但在见到韩执事沉下的脸色后，老妇人还是灰溜溜的准备带人离开。萧炎轻声叫住他，身形一闪，与老妇人双拳对碰，将他打得口吐鲜血，重重地砸在墙壁之上。萧炎目光淡漠地瞥了他一眼，说：“你算是个什么东西，也敢在我面前说废物2字。”萧炎这一手将白家和旁观的邱家都给镇住了。不过出了这次的事，考核时白家很有可能会派出真正的佼佼者，再加上上次曹家的事，以及
及总是稳居考核第一，偶尔第二的单家。这次的考核势必会很艰难。测试完后2天就是单程的炼药师交易会，7品以上的炼药师可以带同伴进入其中。萧炎将小医仙几人都带上了。他在交易会的2楼看到了血晶腰果、血晶腰果、万年青灵藤和血骨参是炼制生骨龙血丹的3种主材料。萧炎一直惦记着日后救出药老要为他炼制一具完美的躯体，而只有生骨龙血丹才能让躯体最完美。血晶腰果已经有了，萧炎又在3楼的一个摊位上找到了血骨参，同时他还看到了一枚布满绿色铜锈的淡黄色铜片。天火尊者传音让萧炎将这个铜片弄到手，铜片上的图文他曾经见过，是远古才会出现的东西。听到和远古有关，萧炎眼中不着痕迹地涌上一抹火热。他用一枚可以提升炼丹成功率的7品终极素心丹以及丹方，换取了2枚血骨参和铜片。交易成功，但当萧炎去拿铜片时，一把紫色铁扇点在了铜片上，问萧炎能否割爱。铁扇的主人是一名身着白衣的青年陈贤，他的身后有3名跟随的老者，其中有一位是斗尊强者。这些人是玄冥宗的人，玄冥宗的名头丝毫不逊于冰河谷，因为他们的背后是天冥宗。虽然知道玄冥宗不是好惹的，萧炎依旧拒绝了他。玄冥宗的人想要强抢，但萧炎这边有小医仙和天火尊者，他们根本就不是对手。离开前，萧炎低声警告陈贤不要来招惹他，否则他不会活着离开丹域。回到叶家别院后，萧炎和小医仙以及天火尊者紧闭房门，3人围坐在桌旁，盯着那枚淡黄色的铜片。萧炎和小医仙虽然实力不错，但他们的阅历却远不如天火尊者。在萧炎的催促下，天火尊者小心翼翼地将铜片上的绿色铁锈剥落，铁锈凝聚成一个拇指大小的绿色铜球。他让萧炎用一火煅烧铜球，看看这到底是些什么。随着铜球被萧炎烧掉，5粒淡黄色的粉尘出现在3人面前。这个粉尘并不在萧炎的认知之中，他一脸茫然地看向天火尊者。天火尊者沉吟半晌，说如果他猜得不错，这是远古才有的运灵粉尘。运灵粉尘是炼制8品及以上丹药的必须之物，若是将它融入灵魂的话，可以孕育灵魂，逐渐增强灵魂中的灵气。一听和灵魂有关，萧炎眼中涌上一抹喜色。在小医仙和天火尊者离开后，萧炎将1粒运灵粉尘吸入灵魂中。运灵粉尘一进入，萧炎就发现灵魂中蕴含的灵气正缓慢增长。可惜1粒粉尘只能维持3个小时。不过萧炎从这粒粉尘中得到了一个极其模糊的口诀，凭借那个口诀，萧炎能够感应到天地灵气的存在。可惜的是，他并没有吸纳灵气的法门，只能利用最原始的方法将天地能量吸入体内，再一点点提取出灵气。就这么修炼到另一天早上，萧炎不仅不觉得累，反而神清气爽。而这一天也是萧炎参加5大家族考核的日子。5大家族的考核属于半公开的性质，而因为这次的考核关系到叶家是否会被踢出5大家族，所以考核大殿前早已被一些虎视眈眈的势力挤满。叶虫带着萧炎等人一出现，就吸引了众多目光。他面无表情地带着萧炎等人走向叶家的席位。这次考核，丹、曹、白、丘4大家族都派出了族内顶尖的强者。丹家派出的人选名叫丹轩，他的身后就是当初萧炎在测验室外遇到的那个诡异的小女孩。白家则派出了这一辈最出色的白鹰，他们2人都是7品终极炼药师的层次。邱家派出的是一名7品低级的炼药师，而曹家为首的就是曹家妖女曹颖。曹颖的天赋以及他丹塔3巨头之一的亲传弟子，未来丹塔巨头候选者之一的身份，让他在曹家的话语权就连族长都十分重视。他和曹丹以及曹修3人被称为曹家未来的顶梁柱。这次出手的就是7品终极炼药师的曹修。5大家族的人一到齐，丹塔8大长老之一的圣长老就现身主持测试。考核分为3项，第1项是测试灵魂数值，只要数值达到400以上就算及格。这些年中最高的记录就是当年曹颖的976，至今无人打破。在丹曹白丘4大家族的人都测过后，圣长老提醒萧炎，想要让叶家通过考核，就必须进入前3。而现在排在第3的是数值785的白鹰，萧炎只有超过他，叶家才有一线生机。当灵魂风暴散去，1395这4个血红的数字让全场震惊。
这个数字比当年曹颖创下的纪录都要高出300多。叶崇激动的手掌都有些颤抖，他知道叶家有救了。盛长老看到这个数值，再次投向萧炎的目光也变得十分火热。不过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萧炎做事喜欢留一手，这个数值还是他暗中压抑后展现出来的。第二项考核则是灵魂操控。当考核开始，天花板上会掉落众多测魂珠，以他们用灵魂力量接下的测魂珠多少来排名次。测魂珠用手来拿很轻巧，但对灵魂却重如千斤。当年曹颖一次性接下89颗的记录，至今也未曾被破。萧炎在这一项考核中再次展现出了他逆天的实力，在其他人都达到极限退出后，轻轻松松的接下了93颗的萧炎也停了下来。萧炎2项考核都是第一，叶家5大家族的地位也终于保住了。最后一项考核则是让萧炎5人进入一个足有10丈宽大的红圈，彼此使用灵魂力量交手，谁能最后留在圈中便是胜利者。就在考核开始的时候，曹颖提出曹家想要中途换人，按照规矩，上一届冠军所属的家族有1次换人的资格。曹颖表示自己只是手痒，绝不会胡来。他还让盛长老当作曹家已经弃权，最后的结果将曹家剔除就行。这一项考核说起来是5个人之间的比赛，但在场的人都知道主角是曹颖和萧炎。丹轩和邱家的人很快就主动退出红圈。白银见萧炎全部心神都在对抗曹颖上，不甘心的想要偷袭他，却自讨苦吃，被萧炎随手一击打成重伤。这一场比试中，白家所谓的天才连配角都当不上。曹颖知道萧炎在先前的考核中没有尽全力，现在只剩下他们2人，只要萧炎能接下他3记灵魂掌印，他便退出。若是萧炎此刻退出的话，也能保证第2的名次。他伸出手问萧炎是接还是主动离开。曹颖已经把话说到了这种地步，萧炎自然不可能退出。得到萧炎肯定的回答后，曹颖缓缓结出一个奇异的手印。随着手印的成型，萧炎发现一股磅礴的灵魂力量在他的掌心成型。曹颖告诉萧炎，远古的炼药师能够将灵魂力量的威力发挥到最大，甚至足以和一些强者的斗技相媲美。这种手段被称之为魂技。现在他施展的就是一种威力不弱的魂技。听到魂技2字，萧炎眼神炽热地看向曹颖手中的奇异手印。对于曹颖的这一掌，萧炎凝聚出一个灵魂巨拳对抗。虽然这一次交手萧炎落于下风，但他却没有半点颓废，反而目光炽热地盯着曹颖，让他再来。第2掌，萧炎死死地盯着曹颖结印的动作。在接下他的第2掌之后，萧炎已经可以缓慢又生涩地结出与曹颖一样的手印来与之对抗。见到萧炎现场透视并且成功的这一幕，曹颖的脸上首次出现震惊之色。这一掌虽然萧炎仍然处于下风，但他却并未被击出场。曹颖轻吸了一口气，站起身说：“3掌已过，你赢了。”萧炎3项考核均是第一，这在叶家最辉煌的时候都是不曾有的。叶崇和新兰2人的脸上满是激动之色。曹颖知道萧炎一直都有所保留，他很希望在单会上遇见萧炎，一决高下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